欧洲教廷和各国皇室不承认亨利八世的至尊法，也不承认亨利八世的新皇后安妮·博林。大家好，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我们继续讲《狼厅》第5集。大兵出狱的托马斯继续为国王服务，他以自己的私心在亨利八世的巡游里安排了狼厅之行。他希望见到简·西摩，显然简也对克伦威尔抱有好感。当亨利八世在狼厅的餐桌上睡着时，简大胆地上前轻拍国王，叫醒了亨利。国王没有生气，这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而简也因此引起了亨利八世的注意。本来简·西摩性格文静内敛，也没受过很多教育，在宫廷美女如云的环境里，他显得平平无奇。但克伦威尔出于私心安排的这个地点，却让国王注意到这个温柔的女子。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醋劲大发的托马斯安排了一次公开对简·西摩的询问，国王在试探简是否对自己有意思，而简毫不否认。这也许是简对托马斯迟迟不肯表白的一种抗议，又或者托马斯从来都只是他的跳板而已。事实上，比起托马斯的犹豫不决，亨利八世的单刀直入让简·西摩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在得到国王的暗示后，简·西摩对托马斯的拒绝很坚决。托马斯很希望安妮·博林能够怀孕，赶快生个皇子，以此来终止亨利八世对简·西摩的关注。可是从罗奇福德公爵夫人嘴里得到的消息也是模棱两可，而安妮也因为不断的猜忌不安变得性格古怪。她甚至找了一个粗俗的侏儒侍女陪伴左右。试问哪个男人看到这样一个侍女后，会对他乖张的主人产生任何爱意呢？安妮埋怨托马斯不肯为自己女儿的婚事尽心尽力，而她猜测已经被废除的凯瑟琳的女儿玛丽也正在谋求与法国王子的联姻。安妮·博林总是在惶惶不安地胡思乱想，她的假想敌让她根本没有关注到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当安妮歇斯底里地要求托马斯去破坏玛丽公主的贞操时，克伦威尔再也忍无可忍地当面直言，自己不会这种肮脏龌龊的手段。而且他警告安妮，现在别再折腾了，好好坐稳自己的皇后位置，当务之急就是赶紧生个儿子。但安妮根本听不进去，她的人生就像一场永不停止的战争，必须场场胜利，绝不允许任何失败。简·西摩和安妮·博林在血缘上也算是远房亲戚，简的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金雀花王朝，这点皇室血统也使他与亨利八世有着稀薄的血缘关系。简和安妮两个人的性格气质完全不同，安妮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多国语言，性格外向，脾气暴躁，狂野妩媚，而简只学会简单的读写，大部分文字都不认识。但他擅长针线和操持家务，性格保守文静，优雅善良又通情达理。也许正是这种反差让亨利八世对简情有独钟。背后，凯瑟琳被幽禁在一座塔里，衰老又虚弱的她似乎命不久矣。她很想念女儿玛丽，想见一面。自从被强行分开后，两人一直没有见过面。这对一个母亲来说非常残忍，但克伦威尔也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愿望，因为亨利八世担心玛丽在母亲的帮助下偷跑出国。西班牙大使向克伦威尔抗议英国撤销修道院的做法，为此，西班牙国王决定停止向英国出售粮食。然后他请求托马斯让他见一下被废除的凯瑟琳皇后，因为他听闻凯瑟琳已经病入膏肓。克伦威尔将此事告诉了亨利八世，国王和西班牙国王水火不容的对立态度让他拒绝任何见面。最终，凯瑟琳在孤独中死去。安妮皇后大呼开心，她终于彻底摆脱了这个手下败将。为此，她忙着举办舞会庆祝。亨利抱着小女儿，心情舒畅。他向安妮表示，更希望早日得到一个儿子，同时把凯瑟琳的信丢给了托马斯，让其代为处理掉，因为他根本没看，也压根儿不想看。亨利扭头就与简·西摩眉来眼去，而这一切都落入了皇后安妮·博林的眼中。
接着，安妮的寝宫就着火了。当时她正在熟睡，还好施救及时，没有受伤。托马斯询问照顾他起居的罗奇福德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否认侍女们会睡前忘记熄灭蜡烛。他猜测更有可能是有人在入夜后去了皇后的寝宫，再次点燃了蜡烛而忘记熄灭。安妮的人缘真的太差了，她除了骄横霸道，到处得罪人外，根本没有任何的怀柔计谋，笼络几个心腹。他身边这些女人既怕他又恨他，一旦他出一点纰漏，就恨不得添油加醋地编排他。他的为人真是失败至极。梵蒂冈给亨利下了最后通牒，限期3个月内收回至尊法，否则就要把亨利8世逐出教会。西班牙舰队盛满士兵，整装待发。国内的各个教会私吞金库，拒绝缴纳给国王。这些令人亟待解决的事儿，让托马斯无暇分身。国王则玩得不亦乐乎，又是打猎又是比武。这次托马斯的儿子也在比武的行列，这让托马斯既自豪又担心。没想到亨利却在这场比武中险些丧命，他被自己的马匹压倒在地，救出后昏迷不醒，所有在场的人乱作一团，甚至连托马斯都在考虑怎么自保。但是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救出玛丽公主。最终托马斯临时起意的心脏起搏，救醒了亨利，避免了一场内乱。经历了这次有惊无险的亨利假死事件，托马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地位。这个位高权重的地位完全仰仗国王亨利8世的器重，而国王的器重很大一个原因是皇后安妮·博林。托马斯和安妮之间脆弱的联盟，当年那个安妮为了登上皇后的位置，目标清晰，智商在线，把国王胃口吊得死死的。而现在如愿登上后位的安妮，喜怒无常，疑神疑鬼，心胸狭窄，残忍疯狂。她与托马斯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糟糕，但托马斯没得选，上了这艘船，再想下去真的没那么容易。现在只能期望安妮如愿生下皇子，能保住她的地位，也收敛亨利的花心。克伦威尔的处境与安妮似乎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了，两人不仅阴差阳错地被绑在一起，又一同坐在一艘即将倾覆的船上。纵观朝堂，似乎能与克伦威尔交好的没几个人，更别说在危难时刻可以患难与共的。从这点上看，安妮似乎是唯一一个既依赖他又可以帮他的人。安妮自作聪明地在朝堂当众向亨利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比武。她的原意是因为担心国王因比武出事儿，但对国王来说，这个建议根本是因噎废食。这法令一出，得让全国的人对国王的懦弱笑掉大牙。国王当场就呵斥了安妮，这脸丢得还不嫌大吗？安妮完全没想到，这么当众被疼爱自己的国王怒斥，直接吓跑了。国王这时怎么看简西摩怎么顺眼，心里也在暗自计划着什么。托马斯看在眼里，内心忐忑。被训斥后，安妮又流产了，这次彻底耗光了亨利的耐心，把火发到了来禀告的罗奇福德公爵夫人身上。然后国王暗示托马斯，孩子不断流产，说明这场婚姻也不对，自己一定是被误导了，所以才会鬼迷心窍地娶了安妮，一副马上想要结束这段婚姻的态度。托马斯没有接话，但他很清楚，亨利已经移情别恋，安妮很快就地位不保。关于安妮失事的流言开始在宫廷里蔓延，亨利甚至公开给简西摩送礼物，虽然礼物都被简原封不动地退回了，但每个礼物上都留下了简的香吻。这一举动令国王魂牵梦绕，时刻都在念叨着简的温柔纯洁。加德纳忽然冒出来说，他抓住了托马斯的把柄，那就是托马斯在年轻时杀过人。托马斯对此不想做任何解释，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忙。托马斯邀请西班牙大使到皇宫里做弥撒，并设计让他与安妮·博林打了个照面。
大使很生气，这个见面等于西班牙在默认亨利的第二段婚姻。托马斯则认为这个见面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总比一直僵持下去要强。但很多事儿总是一厢情愿的，托马斯确实高估了国王对自己忠诚的了解，也完全没意识到伴君如伴虎，自以为很了解国王，其实根本就是人心隔肚皮。大使在会议了克伦威尔的想法后，马上就代表西班牙国王向亨利八世提出，西班牙皇室希望迎娶玛丽公主。没想到这个提议把亨利八世给惹毛了，国王大发雷霆，认为圣罗马大帝就是在处心积虑地干涉自己的家事儿，处处让自己难堪。而且他还意识到这一定是托马斯的主意，于是把脾气都发到了托马斯身上。显然他认为这场想要缓和英国和西班牙的外交努力，就是克伦威尔擅自做主的越权行为。克伦威尔仗着自己的器重，目中无王的越俎代庖，话语间直指克伦威尔别忘记自己的铁匠之子的身份，这让托马斯彻底失语了，干脆丢下国王离开。这一下更让亨利八世气得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托马斯想起小时候，他被烧红的铁钳烫伤了手，父亲让他双手交叉来减轻痛苦，所以当他极度痛苦时会忍不住用这个动作。亨利国王一定不知道这个动作的意义，而误认为这个动作是克伦威尔对自己的当众反抗。而那些墙头草马上就闻到了克伦威尔逝世的气味，乔治·柏林就当面来看笑话。这倒是提醒了托马斯，在老沃尔西主教死的时候，这帮小丑的表演。国王拒绝把玛丽公主嫁回西班牙，但克伦威尔表示支持，因为这有助于缓和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否则那些粮食禁运和军舰封航，长时间下来对民生贸易造成的伤害不可估量。但亨利很坚决。会议后，国王邀请克伦威尔和自己散步，这场景真是久违了。多年前两人相谈甚欢，这一次只剩下国王独自在絮絮叨叨。他希望托马斯继续尽心辅佐自己，同时他提出自己想尽快摆脱安妮。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托马斯现在深陷与沃尔西主教同样的境地。国王需要一个能生儿子的妻子，可他却有婚姻缠身。作为忠心的仆人，需要为主人出谋划策解决问题。克伦威尔因为女人而上位，也终将因为女人而倒台。不过无论如何，在后人眼里，简西摩要比安妮·柏林更让人爱戴。据说简西摩成为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将安妮手中放荡奢华的英国宫廷再次变成了一个保守稳重并井井有条的传统宫廷，以严格的规范替代了过去的享乐。他立刻对宫廷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他对宫女们的衣着服饰做出了严格规定，对宫廷女官服装的规范，甚至连绣在裙子上的剪珠数目都规定得一清二楚。安妮·柏林很时髦，崇尚法国文化，而简西摩认为只有英国本土的传统文化才是最好的。于是安妮·柏林引入的法式风潮也被全面禁止，所有法式装潢全部被撤掉，所有法国服饰一律被禁止。简还特别警告她的侍女不得把脖子以下的部分露在外面，让喧闹浮华的宫廷在一夜之间变得稳重端庄。在新王后的带领下，宫女们都穿着英格兰传统的长袍，低眉顺眼，谨言慎行。比起挥霍成性、喜好奢华的安妮·柏林，简西摩更懂得持家，有效地节约了宫内的开销。安妮·柏林的生活异常的奢侈，每次出门都得有盛大的排场，随时待命服侍她的仆人有240多人。简西摩上台后，只留下了部分有必要的仆人，把其他人都撤散了。但简作为皇后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能造成的影响力也有限。也许正因为短，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产床上度过，所以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和想象空间吧。好的，本集的主要人物和故事发展就聊到这儿，感谢小伙伴们光临露天电影院。如果喜欢我们，请给我们点个小心心，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下集见。